中国第一位女战神的开挂人生，就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她同时拥有王后、将军、诸侯、祭司等多重身份。她数次挂帅出征，为丈夫打下半壁江山。她精通占卜，是主持重大活动的大祭司。她为商王生儿育女，打理后宫事务。同时，她还是一方诸侯，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。她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早的女军事统帅妇好。要不是有甲骨文记载，真的很难相信这位3300年前的小姐姐竟然可以如此之全能。要说她相当于武则天加花木兰加杨贵妃的合体，还是被远远低估了。妇好究竟是谁？为什么她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甲骨文和青铜器上？在殷墟王室墓葬早已被盗空的情况下，为何妇好的墓却能完好无损？这种墓穴里埋藏着怎样的秘密？你好呀，我是南希。今天我们来到安阳殷墟，探一探妇好墓，聊聊这位3300多年前大女主的传奇人生。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黄河南北两岸，以小屯村为中心。这里曾是3300多年前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。这个地方从1928年开始，我们国家就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，但绝大部分的墓早已惨遭盗空，因此关于商朝王室的资料并不多。妇好墓于1975年被发现，它是殷墟考古以来发现的第一座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。更难得的是，墓主人身份清楚，且与甲骨文的记载对应得上。妇好墓的位置比较奇特，它位于商王都的宗庙宫殿内。也正是因为它没有被埋在王陵里，商王又在他的墓上面建了个庙堂祭祀，所以妇好墓逃过了盗墓贼的毒手。而且继妇好墓之后发现的亚长墓、子鱼墓，也都是因为埋在宫殿中得以保存完好。我现在读妇好，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指正说不读妇好，而是父子。其实妇好或是父子，在学术界仍然没有定论。加上3000多年前的古音，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无论是读好还是子，它都只是一个代称。我们暂且还是约定俗成的称它为妇好。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第3位王后，是商朝的军事统帅。她死后的庙号为辛，后母辛鼎就是她的孩子给她铸的鼎。你猜妇好的身份如此之尊贵，她的墓会不会很大呢？其实并没有。妇好的墓没有墓道，下去之后主要看这个墓坑。她的墓在商代墓葬中只能算是中型墓葬，面积大小不到她丈夫武丁的1/10。但就是在这小小的墓穴里，随葬了1928件种类丰富的随葬品，光是青铜器就有468件，达到了1.6吨。此外还有众多的玉器、骨器、陶器、象牙制品、贝壳等。据考古学家回忆，当时完全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妇好墓出土的文物如今分布在全国多家博物馆里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拿走了一批，中国考古博物馆拿走了一个展厅，河南博物院分走了一些，有一部分留在了殷墟博物馆内，还有一些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巡展。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拼凑出妇好的一生，还要得益于甲骨文里的记载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，提及妇好的次数就不下200次，其中大部分是武丁为她占卜的。她和武丁的旷世绝恋也被刻在了这片片甲骨中。很遗憾，妇好只活了30岁就去世了。她去世后，武丁并没有把她葬入王陵，而是葬在了自己宫殿身边。他还在妇好的墓上修了一座享堂，挂词称母兴宗。每当国家有战事，武丁都会带着众人前去祭祀妇好。他已经成为了大义商的守护战神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在妇好墓上面的建筑，只是对当时享堂的科学复原。也正是因为妇好被埋在了享堂之下，这是盗墓贼怎么也想不到的，所以他的墓葬得以保存完好。妇好墓被发现的时候，虽然保存完好，却早已没了尸骨，和他差不多时期的亚长墓至少还保留了残骸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关于这个答案有以下几种猜测。首先，商代墓葬讲究下级黄泉，意思是墓穴最深处要挖到地下水，方便灵魂入黄泉。妇好的墓底有1米多被地下水淹没，尸骨很难保存。而且在妇好的墓葬里发现了16个殉人和6条殉狗，其中很多殉人是从泥浆里打捞出来的，无法分辨这其中是否混有妇好的遗骸。再加上妇好是武丁时期有权有势的人，他的葬礼和墓葬处理方式可能和亚长一样比较特殊，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尸骨的保存。妇好墓是怎么被发现的？它和3300年以后的另一位女性有着怎样的关联？从妇好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，我们如何得知她又是怎样的一位既爱红妆又爱戎装的大女主？下个视频我们接着聊。